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部很稀有的 W201的 2.516V 的分油盘完修引擎测试。在引擎启动之前我大概来介绍一下这部车子它跟我们一般的 W201的其他引擎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这颗引擎它是2500cc 16V， 它其实也是从 M102， 就是8V 的这个引擎的缸体去做气缸头的提升由高斯瓦来做提升。那它提升的有早期的有 2.316V。那再来，这部是 2.516V。那如果说是 8V 的话，它马力大概在130几。那如果是 2.316，那马力大概在180几。那这颗 2.516呢，它厂方公布的马力是193。那为什么它跟M102的8V 马力差这么多呢？其实是因为它是用多气门2进气2排气把马力炸出来，就高速也比较高一点那这三部车子的M102 2.38V 跟2.316V 跟 2.516V 大哥测试下来的感觉，因为在供油系统那引擎状况都一致都是在良好的状况之下做的测试会比较客观。那以 2.38V 的话，马力的话，感觉当然它感觉2300cc，感觉上还是稍微温一点。那如果说跟2201电喷的话，那当然比电喷的开起来马力跟扭力都比较大。无论如何，这是大哥个人的感觉在车子状况条件都一样状况都很好的情况之下，那 2.316V 我们看到它这部 2.516V 它也是等长头段那大哥测试过的 2.316V 跟这部 2.516V 都是等长头段。那 2.316V 的话，马力号称是180几。2.516V 是190几。那 2.316V 呢？其实大哥，刚开始认为说，以为说它因为它多气门可能会有高转速的倾向也就是低转速扭力差转速高扭力高，扭力特别忽然间有点类似像 turbo 这种现象，其实是并没有的。2.3跟2.5驾驶出来的感觉，开起来的感觉是扭力是很线性并不是大哥以前认为的说，它可能低速扭力比较差，高速忽然间有点爆冲的感觉，并没有。那 2.316V， 大哥感觉当然比 2.38V 低速扭力也好，高速提升也快，那感觉上就是很轻巧。那 2.516V 呢？是更强了一点特性几乎是一样。那 2.516V 的开起来，跟 2.3有点类似，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加速引擎转速那个线性感觉几乎是一样，非常线性。那如果说在这个年代的多气门我们有310 24V 大哥现在手上开的310 24V， 那它当然是从M103当然缸体是不一样它从那个年代后来改成多气门12V 改成24V那部车子它马力就 M103的12V 比如说 W126它的引擎那一颗185，那 M104的24V 的马力就是号称厂方公布是226那大哥开起来它就有那个有点像 VTEC 那种感觉
高速马力特别强啊，低速扭力温温的。如果跟 M103 的12V 比较起来呢，感觉上，反而 M103 的低速扭力感觉上比较饱满，啊 M104 的24V 呢，扭力感觉上不是那么样的饱满，但是它一到3000、4000转以后，它那忽然间那个扭力曲线比较陡啊，但是呢，这颗2.516V 跟2.316V 并不是这样，它是很线性的，也就是说它，也就是说低速感觉上也蛮饱满的，高速也很好，那没有高转倾向 ，OK， 基本上就这样子。那这部车子呢，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大哥，在整修这颗喷油盘啊，这个喷油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来找张大哥来处理？第一个，它这个喷油盘，我们看到它的名牌是红黑的，跟我们一般 M108V 的银黑是不一样的。好，那因为它出油量不同的关系，那这个喷油盘它标准出油量应该在200ml1分钟全油门，结果呢，大哥测出来它大概在230啊，那第一缸在205，也就是说，这颗喷油盘它供油量是不正确。它供油量已经达到230，而且这样第一缸啊，那个出油量又太少，那这当然到第一个造成燃烧不完全，因为供油过多。第一缸，然后第一缸跟第2、3、4缸的出油量不一样，造成扭力怠速有抖动哦。这个是那大哥把它整修过之后呢，已经把这个供油量已经把它校正出来了哈。那再来第二点。它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它这个侧流板，那侧流板应该是很轻易滑动的，但是这部车子呢，它是卡住的，也就是说，它到这个位置它不容易上来啊，它这辆是卡住了。那为什么会这个现象？是因为这部车少开，如果常开的话，它有汽油在润滑，它这个现象就不会发生。可见这部车子它一定是长期处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少开，那造成呢？它这个侧流板卡住了，因为如果常开的话，它有在活动，而且也有汽油在润滑，所以这是第二个现象。第三个现象，这个喷油盘的底座出油塞这个地方，大哥发现，在整修过程发现它出油塞的欧环不见了，然后它还有最外面有个大的垫片也不见了，那可见这个喷油盘是有经过上一手整修，那整修过之后呢，可能疏忽还怎么样，那造成注油塞的欧环不见了，那注油塞一定漏油，所以这部车的怠速肯定是非常不稳定的。那再加上它燃烧不完全，所以我们看到火星塞上面是黑的，这个是这个喷油盘所造成的结果。那火星塞的部分，它用错了啊，标准的火星塞应该也是在这个地方。跟我们8V 一样是H7DC0也就是那个螺牙末端是锥状的那它用的是HR7DC， 因为 H7DC 没有电阻买不到了。那我们火星塞的盖子上面这边都会有，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都会有它的电阻值，比如说。这一颗的我们看到这上面写1K 欧姆 ，OK， 因为它有电阻值，所以我们的火星塞就不应该加电阻了。那它用到买到 HR， 就是没办法，因为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现在车都没有高压线，火星塞都会加电阻，你怎么可能买得到呢？因为大哥是大量订跟国外订，所以说才会有这个规格的火星塞，可以提供给大家。喷油嘴的部分，它喷油嘴这部车子喷油嘴来的时候就喷油嘴很新感觉上里程数跑不多，那应该他上一手可能没有找到大哥，找其他人，那结果喷油嘴换新了，但是车子还是不顺。那大哥为了慎重起见，我们4支喷油嘴都清洗过了。那分电盘的部分它分电盘的部分状况还不错
啊，分电盘应该有8000星，再跑个5万，应该不是问题。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它后面啊，这汽油帮浦啊，汽油帮浦已经非常老化了。它这个汽油帮浦，这部车里程数看起来好像是16万，但是它的汽油帮浦，感觉上已经不是原厂，已经有换过了。那但是这汽油帮浦是老化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在渗油，它在滴油了。那所以大哥希望我从我这份车出去的车子都能够达到环岛的要求。那油跟电一定要互相配合，所以汽油帮浦大哥把它换掉了。汽油帮浦2颗哦，它这是2颗汽油帮浦大哥换掉了，汽油滤芯也换了。蓄压器啊，蓄压器大哥也换掉了，都漏油。我们希望说一次把这个车子，把它好好的整修哦，让它车子的下半身它能够过得相当愉快。那再来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油壶是什么呢？是这个帮浦在这个地方。它这个呢，我们一般车子很少看到，可能就560有啊，560 SEL 有，500 SEL 好像没有，但是2.3 16V 跟2.5 16V 都有这个东西，有这个帮浦。这帮浦呢，就是后面车高的帮浦啊，油压帮浦。那它的后面的避震器，它的减震筒，它减震筒是油压式的，那它是由这个油来提供它的阻尼跟它的高度调整。那所以说我们会有看到这个油壶哦，它的后面2只，前面这2只是很标准的标准的减震筒，那后面那2只是油压式的。油压式是可调整高度的，就是由这个帮浦来提供它的车身侦测跟调整。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车子的外观。这部车子的外观目前它装的这个是215、45、17的框。那以大哥的直觉，他用215、35或者225、35、18，应该是过得了了哈，应该这是过得了了。不过它17，它用了这个 monoblock 也是大饼，也是蛮漂亮的。那车子里面来看一下，这个车子就是它前后前座2个车门都有座椅调整有灭火器在这个连都是豆干椅。那座椅它这个地方腰靠特别大，它跟2.3 16V 一模一样椅子的造型跟那个搭配都是以大哥所看到的都是一样的。那再来我们来看后座，它的后座的部分后座的部分也是一样，跟2.3 16V 完全一样，真皮的豆干椅那其他的大概都差不多。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我们大哥进来座椅比较硬，它座椅可能它的那个泡棉比较浅吧，很硬，稍微硬一点感。不过座椅大哥现在坐的这驾驶座座椅，感觉上可能是有点被压扁了坐垫被压扁了。里程数16万。OK， 我们大哥来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3个3分表，温度表，中间是计时表，那最右边是汽车电压表，这是一样4速的。OK， 我这部车子如果切在 S 档，它 S 档跟E 档也动作正常。我在 S 档的话，大哥开起来很过瘾，因为它车子轻吧，一开起来，哇，这车子像小跑车一样，很过瘾，而且它没有扭力倾向，没有扭力高转的倾向非常非常棒。OK， 好，大哥来先做一个冷车启动，温度低于40度，40度，好，来大哥来做个冷车启动。现在的冷气是打开状态
啊，好，冷车启动，啊，发动了。但这部车子哦，车主要注意，它的那个启动马达哈、没什么力啊，启动它现在有在提速啊，目前有在提速状态。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它冷车哦。最右边负值，最左边是负值，代表它是冷车有加浓。好，现在冷车是在1000多转啊。它现在这部车子冷车加浓，冷车提速是正常的。啊，慢慢等一下我们看到它转速会降下来。然后现在负值已经不在，左边的负值不在了。有负值是代表说它有加浓啊。那右边这个呢是怠速马达的工作，工作电压。那这部车子呢，其实它因为它做气门啊，然后气缸头设计的关系，它的那个摇臂的那个打击气门的声音比较明显，有一点点跟那个 M110 引擎280 S1 那颗引擎有点像，但是它的声音比较细啊，声音比较细。那这个声音，我们一般的 M102的8P 是听不到的，但是它声音是很纯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磨损造成的敲击声，不是，它是很纯的。那我们等车子大哥来加一下，很过瘾。这部车子因为它车轻啊，马力只有180几，那跟那个马力跟 M103 的3000cc 马力是一样，但是因为它车子轻，如果开跟 300 S1 马力是一样，但是开起来感觉不一样，因为它的车重的关系啊，就好像说，因为这部车子应该是在1500、1600公斤吧。那300 S1 是2吨，那2吨的话，当然同样的马力放在不同的车身上面，那个开起来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回流量，我的回流量右下角小数字已经到2.8哦，3.1、2.8在那边跳，代表说它的油箱哦，对。它这部车的油箱状况非常好，油箱完全几乎没有生锈堵塞的现象。那再加上我们换新的汽油保姆，所以它的回流量就已经到2.8、3.1了。这个是因为它的油箱状况非常好。那刚刚大哥有提到它的启动马达没力啊，不是电池的关系，是启动马达没力，启动马达好像要动不动的。但是呢，如果启动马达换起来很麻烦，如果说能换最好，但是换起来很麻烦。这部车子刹车很棒哦，它刹车，前面大哥没看，后面是双活塞的，对向双活塞，刹车很好，那开起来很轻巧，非常好。然后感觉上像是个小钢炮一样啊！转速降下来了，已经到950了，应该等下还会再更低一点但是我们听到它这个我大哥把冷气关掉，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我们来听听它这个声音，它这个声音哈，我们注意听，这个声音。大哥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但是开起来是没有感觉说这车子有问题，它只是感觉上好像比较的声音啊，然后这个等长头段看起来很漂亮，跟2.36V 一样啊。那个它的隔热棉引擎盖隔热棉，大哥花了个时间已经把它全部剔除掉了，那个掉了到处都是血大哥把它全部踢掉了。这个
引擎盖的热棉，不晓得哪里可以找得到啊？那还有这个地方，它的气缸头，我大哥已经把它大概做个喷漆整理啊。不过手工不会比较差，好，至少看到黑白分明。但是呢，细看就很难看，因为这个最主要是我希望是这部车子，引擎状况好啊，引擎状况好，但是它外观也要稍微化一点点妆。哦，对了，它的这个缸压它这个缸压，我们看到它的24缸的缸压都在8.5左右，7.5、8.5，那就14缸的缸压是正常。那这个现象呢，当然一定是由高温所造成的，长期高温啊。这个，但是怠速是相当稳定的，现在怠速是相当稳定的啊。那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大哥现在找不到一个平的地方来放打火机，我要找个平的地方来放打火机。这放不，这是斜面的哦。OK， 你看抖都不抖了，这是斜面的。我再一次，这是斜面的。OK， 我们来放打火机看看。抖都不抖哦，非常稳定的，怠速是很稳定的。那，它缸压会过低一定是磨损嘛，就气缸壁漏气啊。那这个磨损当然一定是高温造成的，或是反正就是润滑不良。那这个现象，蛮可惜的就是它的缸压有稍微两缸稍微差一点，但是运转起来怠速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稳定，而且那个引擎大概整修过之后非常顺畅。非常顺畅，所以，缸压当然，好一点是更好，不过它稍微差一点，目前开起来也很过瘾的，没问题。2.5 16V 如果有的话，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入手一台。不过这个现在车价很贵，很棒，而且车子又漂亮，前后它的那个侧裙它都有做稍微的修改，而且加上它的尾翼，当然了，这部车要从大哥手上离开了，有点舍不得。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这个车主我知道这车主是一位爱车的一位车主那基于我们大家都是爱车的同好，我们也希望这部车在他手上能够好好度过他的下半生。那无论如何，老车要常常开老车一定要常常开，老车是放坏的。那这部车现在以他下半生开始就很健康了，很健康了之后它就好开，要常常开。那虽然放台南也要常常开如果不开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而且要足10分钟。再来就是加95汽油，有空跑下高速公路，让他老人家血液循环。汽油滤芯跟机油滤芯要同时更换这大哥一直强调。不过这部车子的汽油的状况，油箱状况很棒，但是汽油滤芯是小钱跟机油滤芯差不多。我们希望能够把喷油盘、供油系统能够保持整洁。今天大哥比较兴奋啰里吧嗦讲了一大堆，无论如何就是舍不得，因为2.5 16V 跟2.3 16V 车型大家非常喜欢，本身表现又非常突出。那无论如何，今天大哥的报告。对，我们再来做个热车启动好了。好，我们再到车上来。这个今天的片子很长哦。好，到80度了，怠速大概在900，大概是900。但是这部车子才900不觉得它转速很高可能2.3 16V 也是一样，它的怠速都在900这是电脑设定的，我们没办法调。而且非常稳定，方向盘几乎连抖都不抖，代表它的引擎角还好的。OK， 好，大哥。
引擎关掉，做个热车启动。哦，温度已经80度了。哦，但是我们听到它启动马达没力啊。哦，要启动不启动了。哦，今天这个片子很长哦，应该有到快30分钟了。好了，大概要跟各位说拜拜了啊，拜拜喽。